对，OK，好，好，我共享一下我的屏幕。OK，现在可以看到我屏幕了没可以。？OK，好，那我就开始了哈。OK，那我们上午的时候呢，我们的厨房呢就已经涉及到这一步了。OK，那我们继续把它完成。好，现在的话呢，我们即将要完成的这一步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上面的一个吊柜，上面的一个吊柜。但是呢，我们厨房的吊柜设计哈，我这里打开一个效果图跟大家说一下，会直观一点。我们厨房的一个吊柜的设计啊，其实比较常规的来说，我们的吊柜跟我们的一个地柜的尺寸跟我们的门板的比例啊，其实按最好的设计的规则呢，就是我们吊柜跟我们的上面的一个地柜的一个尺寸跟门缝是要对齐的。对齐的话呢，我们的视觉效果是最好看的。那当然的话呢，这种呢也不是100%的，只不过呢，我们在能把我们吊柜跟地柜对齐的设计的情况下，我们就尽量去对齐它。那如果有一些尺寸它真的没有办法对齐的话呢，那我们呢就尽量做的设计让它更美观一点。对，我就来简单说一下我们橱柜设计的一个规则。首先我们是这样去考虑的，这样的话呢，我们橱柜看起来它就不会说我们上下很不对称、不一致这样子。好，那我们说一下这个规则。现在的话呢，我们就开始去设计我们的一个橱柜。OK，好，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同样也是要去到我们定制这里，定制这个模块这里，然后呢，我们去回我们上午的一个橱柜设计，2323船屋这里，然后呢，我们要去到免拉手柜体这里，免拉手橱柜。因为的话呢，我们免拉手橱柜呢的规则也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的地柜用的是免拉手的话呢，我们的吊柜，我们的吊柜一样也是要用回我们的一个免拉手柜体。如果我们下面用免拉手，然后呢，我们的一个吊柜，如果我们点进去了，比如说我们这里橱柜啊，它有一个免拉手橱柜，也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橱柜。这个橱柜呢，它是自带拉手的那种类型。然后呢，我们这种呢就是免拉手的。所以呢，最好我们的一个地柜跟吊柜都是用回我们免拉手的柜体会更好一点。好，那现在我们来选择我们的一个吊柜，这里选择我们的一个吊柜，然后呢，我们这里也有很多的功能柜。首先呢，但是呢，我们的功能柜这里的，我们来看到哈，首先我们去设计吊柜的时候，最好也是要选择一个烟机柜的位置先，烟机柜的位置。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免拉手柜体这里啊，它没有一个叫做烟机柜的设计，这里没有一个烟机柜的设计。那因为烟机柜的话呢，它是属于那种功能柜型的类型，所以呢，我们的烟机柜啊。它在我们这个软件里面的话呢，它要去回我们这里的橱柜，它要去回我们这里的橱柜，就是我们要选那种不是免拉手的橱柜，橱柜这里，然后这里呢会有一个吊柜，吊柜这里的话，你看，因为免拉手的柜体呢，它的限制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呢，我们那个烟机柜的话，它就没有做到一个免拉手的一个模型出来，所以呢，我们的烟机柜要从这里调。好，选择吊柜，这里有一个烟机柜。那我们常用的设计的话呢，烟机柜都是这种，会更常用一点。我们这边更常用一点。好，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烟机柜给它调出来，烟机柜调出来放到这里，大概中间的位置。好，调出来之后放到中间的位置的话呢，因为呢我们刚刚已经知道我们的地柜这个柜跟左右这个柜子的尺寸，所以呢我们就直接可以这里把它的尺寸改为烟机柜距离这块板件的尺寸改为一个867的一个尺寸，八六七的一个尺寸，867。然后呢，我们的一个吊柜啊，我们顶上这里的话呢，
正常情况下呢，我们会预留一个100左右的一个顶风板，所以呢，我们这里的尺寸，你看我们这里的尺寸呢，它不是说直接到我们的一个天花的顶的，它这里的尺寸显示直接是到我们的一个天花上面的一个顶的尺寸，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要调尺寸，我们就要注意了，我们早上的天花的高度设置到了一个三百的一个高度，所以呢，我们这里距离我们上面的顶300的高度，再加上一个100的顶风板，所以呢，我们距离顶上面的话呢，我们要留一个400的尺寸。好，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一个的烟机柜的设计跟尺寸把它调出来。好，这个烟机柜有调好了吗？大家？OK，好，我们烟机柜调好之后的话呢，因为呢，我们现在只是因为烟机柜啊，它是属于一种功能柜的类型，它没有做那种免拉手柜体。那么除了烟机柜以外的其他的吊柜，我们就要回到我们的这一个免拉手柜体这里了。免拉手柜体这里，好，然后呢，我们再选择我们这里的一个吊柜，选择这里的一个吊柜。好，选择完吊柜之后的话呢，我们再选择一个平开门柜，平开门柜这里。好，选择完这里之后呢，我们再选择一个你看免拉手的双门吊柜，把它拎出来。拎出来之后呢，我们就要把它的尺寸给它调对，因为呢，我们这里旁边的一个尺寸呢，我们是一个897的一个尺寸，867的一个尺寸，然后呢，高度呢，我们调成一个800，高度调成一个800。好，那我们调整好这里的尺寸，然后呢，我们距离顶上同样也是400，同样也是400。好，我们先把这个免拉手的柜体尺寸给它拿出来调好。好，这个柜体应该都做完了哈。好，那我们这个吊柜呢调完之后，好，那我们就直接把我们这一个双开门的吊柜，把它复制一个到我们的烟机柜这里的一个右边，把它复制一个。你看，其实复制的话呢，我早上教了大家，它有2种方式。第一种呢，我们就是直接按我们上面这里的一个功能键啊，有一个复制的。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烟机柜复制过来。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因为
大家看到，如果我们直接复制过来的话呢，我们对于顶上这里的尺寸呢，我们要调整一下。那有时候的话，我们出于同一个平面的柜体的话呢，如果要复制然后呢，我们又不用再去调整它的柜体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用我们早上的那一种，直接选择这个柜体，按键盘这个 Alt 键，然后呢直接拉出来，你看拉到这边，这样的话，因为同一个平面，我们就不需要再去调整它的整个尺寸了，就把它放到这个位置。好，这个操作应该都没有问题了吧？OK 了吗？OK，好。好，我们把这里的吊柜设计完之后呢，好，接下来看到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卡位，我们这个卡位剩下的吊柜距离我们这边的墙面，它只有630的一个距离。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考虑一个整个吊柜的一个设计感了，因为呢，我们一般到了这种尺寸的话呢，我们去考虑的时候呢，我们就考虑，假如我们这一边我们直接放一个单门柜体的话，630，那单门柜体的话，它就太大了，我们的门很容易变形，而且630的柜体呢，它跟我们左边的这个门的尺寸呢，差距太大，看起来就很不美观。然后呢，第二个的话，如果我们这里呢放一个双门柜的话呢，这个双门柜跟我们左边的这个双门柜看起来它的区别也非常的大，然后不怎么美观，不怎么美观。如果要放一个开放格的话，我又觉得这个开放格也太大了。所以呢，我们一般对于这种卡位的设计的话呢，我们这里就可以看一下。对于这种卡位的设计的话呢，我们一般就建议我们会用这种方式。首先呢，我们这边呢会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开放格，然后呢，我们再去补一块单门开的一个柜体。这样看起来的话呢，我们这里的厨房的柜体啊，它既然有一些开放格的变化，然后呢，我们看起来最后的一个玻璃门呢，它的尺寸就会跟我们左边的玻璃门的尺寸看起来会差不多，那整体的感觉看起来就会更协调美观一点。我们对于这些尺寸的考虑，对，我们一般会这样去考虑我们这个空间的一个设计。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去做这边的一个设计。首先，我们要做一个开放格的设计的话呢，同样我们要去到定制，然后呢，我们开放格设计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23船坞我们免拉手柜体这里啊，我们这一块你看它的吊柜这里，同样它也是没有一个叫做开放格的一个设计的，因为呢它也是属于一个，它是属于一个常用的一些柜体，所以呢它就没有针对我们的一个免拉手柜体这里做一个一模一样的模型，所以呢开放格的话呢，我们同样也是去到我们的橱柜这里，然后有一个吊柜，然后呢这里呢就会有一个叫做开放柜，有一个开放柜。有一个开放柜的设计，然后呢，我们只是输入，比如说我要做一个200的开放柜，我这里的尺寸呢就直接输入一个200，然后呢，它就出来了一个层板开放吊柜，我们就把这个吊柜放到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再把它的一个高度调整好，跟我们左边的吊柜一样，你看它去到一个800。好，我们先把这一步给做好。
好，我们做好吊柜的，我们做好这个开放格的一个吊柜之后的话呢，那我们剩下的这边的一个单门柜体，我们现在就开始调出来这里的一个尺寸了。好，首先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个开放吊柜，我们这个吊柜距离我们这边的墙，它有一个430的一个尺寸。那430的话呢，因为呢我们这边呢还要预留一个简单的18mm 的一个封板，所以的话，我们这边呢就需要去做一个这个尺寸。因为这个是一个单门的柜体，所以呢，我们这个柜体的话呢，还是要去到我们的一个免拉手柜体这里，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吊柜，然后呢，平开门柜，平开门柜，然后呢，我们把它的尺寸给输进去，412的一个尺寸输进去。好，输进去的话呢，我们就能看到这里呢，它就会有一个，你看，左边单门的一个开门吊柜，但是因为呢，这里呢，因为呢，我们的免拉手柜体啊，它因为它没有拉手，我们会比较难辨别它的一个方向。但是呢，我们只需要记住一个，比如说这里呢是左单开门，意思呢就是说它的门板呢是从我们的一个右边到左边开的一个门一个柜体。你看，比如说左单开门，如果我不是很熟悉的话，我就拿出来哈，我就拿出来，然后呢直接这样打开。你看左开门，它的意思就是说门它是往左边开的，是往左边开的，它不是说我们这个门呢是开往左边。对，我们的一个柜体的一个设计规则，大家还是要稍微的清楚一点哈。左单开门，门呢就是从我们的开到我们的左边，就叫做左开门，开到左边哈，不是从左边开始开。对，这个两个它有一个本质的区别的。你看，在我们这个空间的话呢，我们门呢如果是左开门的话呢，我们这里呢是拿不到东西的，所以呢，我们这边呢是要一个右开门。好，那现在我们把这个删掉。所以呢，右开门的话呢，我们就要在这里把它直接切换镜像。你看，切换了之后，因为它是免拉手柜体嘛，它的图像这里呢不会有什么变动。但是呢，你看到我们这里它下面的一个柜体的字体这里啊，你看左右它就会有一个变动了。所以呢，我们这里呢就要把它用一个右开门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呢，我们把它的一个高度给它调对800。好，然后呢，我们再把它的箭头往上拉，因为呢，我们的柜体呢，它是往上拉的话呢，你看往上拉，它遇到一个平面，它就会自动的吸附过来的了，然后呢，会非常的方便一点。好，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柜体给它做好。好，OK，这一步大家有做好了吗？好，那我们把最后一个吊柜调好之后，
好，那我们看到我们这边呢还有一块封板，我们是需要补上去的。那我们补这块封板的时候呢，我们呢最好呢就要把我们的一个镜头啊，比如说要补这块封板的时候呢，我们把镜头拉到这一个角度啊，拉到这个角度，它是会比较容易把我们这块封板给它贴上去的。好，首先封板的话呢，我们也是去到我们的一个通用板件这里，通用板件，然后呢，通用板件这里呢，我们这里就会有一个叫做吊柜侧封板，这里吊柜侧封板。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吊柜侧封板调出来，你看，直接我们是把它放到我们的一个柜体的侧面了，它就会自动的吸上去了。你看放在柜体的侧面，它就会自动的吸上去。吸上去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个高度，因为呢，我们的柜体的高度呢，它是一个800，但是呢，这里呢是作为一块封板，我们要把它就放到顶上面，所以呢，我们要连上面的顶封板，100的高度给它加上，就是900的一个高度，这里900的一个高度，然后呢，我们再把它往上拉，然后呢，直到我们的下面见光板的上面贴到我们的那个底板上面，它就会变成这样子。好，这个应该也没有问题了吧？诶，好，好，这个没问题的话，那我们接下来下一步的话，我们就要检查一下。首先，我们刚刚不是调了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吊柜出来吗？开放式的一个吊柜。好，然后呢，现在呢，我们把角度调到我们的底板这里来看一看，来看一看我们的一个角度。首先的话呢，我们刚刚可以看到我们调出来的那个开放式的一个吊柜啊，你看我们点击它，它的一个尺寸呢是350。然后呢，我们柜体的尺寸呢，它是一个330，三百三。因为呢，我们的柜体是这样子的，我们的柜体这里是330，但是呢，含门板它是去到一个350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吊柜330，然后如果呢，我们用这个测量工具平面这里啊测量一下我们这个门板到墙的距离，你看它是去到一个350左右的距离的，350左右的距离。那么我们呢，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开放格啊，开放格，你看，如果呢它是一个350的深度的话呢，那你看它的一个侧板的深度就跟我们左右柜体的深度不一样了。这样呢，我们从底下看过来的话，它就非常的不美观。所以的话呢，我们一般做开放式吊柜的时候呢，还是建议我们的一个开放式的一个侧板要平齐我们左右柜体的侧板，会更好看一点。所以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开放式吊柜的一个深度，把它改成一个330。这样子的话呢，你看起来呢，我们左右侧板的深度就是一样的，看起来就会更美观一点。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开放式吊柜的设计的一个技巧。好，我们把这个深度调整完之后，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我们接下来再继续，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个冰箱柜还没有把它设计完的。好，那冰箱柜的话呢，我们呃，可以，对，可能你说。就好像有人跟不到那个刚才上面那个侧板，可能要说一下。
哪里啊？就吊是那个柜的侧板。吊柜的吗？对对，这个吗？这个吗？不是最右边那个侧板。这个对对这个是吧？对哦，是有人不知道它从哪里调出来吗？对，可能要说多一次。好，那这个吊柜的侧板的话，我先把它删掉哈，删掉它。然后我们这个侧板的话呢，首先我们要去找到我们的这一个二三传五啊，我们最下面会有一个叫做通用板件，通用板件。然后这里呢会有一个叫做封板，在封板上面的话呢，我们要选择一个对应的。你看哦，因为我们是吊柜上面的封板嘛，我们就要选择这个叫做吊柜的侧封板。然后选择这个侧封板，我们把它直接贴附在我们这个柜体的侧板这里，贴附在这里。因为呢，为什么我要建议大家这样选这个角度呢？因为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角度我们是这样子的角度，你看，我们再用一块侧板的话呢，它有时候你不知道它到底是贴了前面还是贴到后面去了，所以它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的清晰。如果是这个角度的话，所以呢，就建议大家要换成我的这一个角度，换成大概是这个角度。因为这个角度的话呢，我们直接把这个封板调出来，然后呢一贴，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贴到了哪里的位置。这样的话，我们会看得更清楚一点。你看，我们现在把封板贴上去之后，我们呢再把它的一个尺寸给它调整好。因为呢，我们的柜体的尺寸呢，它是一个八百，但是呢，我们的一个封板呢，我们要加上我们顶封板100的一个尺寸。所以呢，我们这里的侧封板尺寸要做到一个900。好，做到一个900之后呢，我们再直接往上拉到我们的一个侧板，平齐我们的一个底板就可以了。好，这个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好，OK，那我们就继续下一步了。好，下一步的话呢，我们就要在这里呢去做一个冰箱柜。我们要在这里做一个冰箱柜。那冰箱柜的话呢，首先因为呢冰箱我们没有预留那么高的。好，我们现在的话呢就要把我们旁边的这一个免拉手柜，然后呢同样跟我们早上的一样哈，要按那个 Alt 键把它复制一个柜体到这边，到冰箱柜这里复制过去。复制过去之后呢，我们就要调整一下我们这个柜体的一个尺寸，因为呢，我们早上的时候，冰箱柜是预留了一个700的位置，好，把它调整一个700的位置，然后这里的深度的话呢，我们就因为呢，我们的橱柜的一个深度它目前来说标准，它最深就是一个四百，但是这个深度的话呢，假如说我们这个橱柜要下单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备注直接做满我们这一个冰箱柜的一个深度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它这里呢最深只能去到一个400。我们真正到下单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备注成一个600都没有问题的。好，然后高度的话呢，我们这里呢把它调整成一个500，调整成500。好，然后呢，我们再把它的一个尺寸给它调整好，距离我们的最顶上的一个房顶400。好，调整完尺寸之后呢，因为呢，它现在我们的一个吊柜它是贴墙它是贴墙
这样不好看，因为呢，我们还是要把它，我们要把它往前移。那你看，然后呢，我们往前移的时候，我们直接拉也可以，我们这样直接拉也可以。然后呢，如果我们直接拉的话呢，我们如果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们直接这里啊往前移，移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它的一个门板会突出了我们的一个柜体的侧板这里的柜体的侧板这里。然后呢，我们到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也是可以用我们的测量工具去量一下我们的一个门板到侧板它的一个距离是多少。你看它门板到侧板的距离，它这里呢是一个20，那我们就点击我们的一个柜体，然后呢，我们柜体呢在我们右边的这里工具栏这里啊，我们是有一个叫做移动的，然后呢，我们直接就点后面往后移动一个20，然后呢，它这样的话呢就会跟我们的一个侧板平齐了。好的，然后呢，我们现在先把这一步给它完整了。OK，我们冰箱吊柜的这一块，大家 OK 了吗？好，OK，好，那我们做完冰箱吊柜的这一步的话呢，好，我们再来看我们冰箱的这一个柜体啊。实际上的话呢，我们这个柜体按这个结构的话呢，它是装不起来的，它是不能够组装起来的。所以呢，我们冰箱柜的话呢，我们里面呢还会专门有一个针对冰箱去做的一个柜体。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可以点击因为呢，我们针对冰箱做的这个叫做冰箱柜的柜体啊，我们现在呢还没有更新到我们这个23船屋的厨房柜体里面，所以呢，我带大家去我们的一个这个橱柜这里找哈。之后的话呢，我们会慢慢更新到我们23船屋的橱柜这里，我们就能找到了。现在的话呢，我就带大家先到这个位置去找一下，去我们原来的吊柜去找一下我们这个冰箱柜。好，首先的话呢，我们到上面23船屋的右边这里啊，它有一个橱柜。好，我们点击这里的橱柜，点击我们上面的一个橱柜。好，点击完柜体之后呢，我们这里呢会有个叫做高柜，第一个橱柜哈，这里会有一个高柜，会有一个高柜。你看，我们这个高柜这里呢，就会针对冰箱，它会专门有一个冰箱柜的一个柜体。那我们选择这个冰箱柜。你看，它就专门会有一个开放格的，叫做你看这样的一个结构的冰箱柜。之后这个模型的话呢，我们会做到我们23船屋的橱柜里面的，现在还没有更新过去而已。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冰箱柜，我们把它用过来，点击它，然后呢，把它放到我们这个墙这里，先放出来，然后呢，我们再去调整它的一个尺寸。
好，放出来之后呢，我们再调整它的尺寸。我们里面的话呢，我们的一个宽度是一个700，好，我们调出来700。然后呢，我们的一个深度啊，深度的话呢，深度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正常来说的话，比如说我们的这一块，我们这一块板件，它是一个570。按正常来说的话呢，我们的一个冰箱柜啊，它只需要做550就可以了，做550就可以了。因为呢，正常来说，我们的一个见光板呢，它要比我们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内柜要把它盖住，这样会美观一点。这样的话，我们冰箱柜的侧板又能平起我们上面吊柜的一个侧板。好，我们先把冰箱柜的这一步把它完成了。嗯，什么，Austin？你这个是点去了哪里啊？有人问了，怎么找回工具箱啊？是不是叫他直接退出啊？不是啊，它上面不是有一个什么放弃这里吗？对啊，你就点放弃就好了。行行。对，它应该是点错，不知道点去了哪里而已。好，我们先把冰箱柜这块给它完整。好，冰箱柜这一块大家有 OK 了吗？好，那我们做完冰箱柜的这一块之后呢，大家看到我们的橱柜基本上已经完成的七七八八了。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我们这里呢的柜体设计还有最后一步还没有完成的，就是我们的一个顶风板。顶风板。好，那我们顶风板呢，我们的设计也是一样的。首先，我们按这里的一个线条造型这里，线条造型这里，它就会有一个顶风板的一个设置。然后呢，我们点击我们的一个顶风板，点击顶风板，然后呢，一定要记得了，因为呢，我们这里的橱柜设计啊，我们这里呢，它会有一个深度不一样的顶风板，因为呢，我们的冰箱柜的深度啊，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不能一起生成我们的一个顶风板，我们要分开生成。你看，我们首先要选择的是我们这边的吊柜，因为这几个吊柜它都是同样深度的，然后呢，我们就选择这一排的吊柜。一样的，我们就把它点击生成。然后呢，我们要生成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高度啊，我们的顶风板默认是一个120的一个高度的，默认是120。但是的话呢，我们只留了一个100的高度，我们就要把这里的高度改成100。然后呢，我们再点击生成，它就会生成了我们的一个这边的一个顶风板，顶风板。好，那我们生成了我们这边吊柜的顶风板之后呢，我们冰箱柜上面的顶风板呢也是一样的。我们首先也是选择我们线条造型这里顶风板，然后呢点击我们的柜体，包括我们的一个左右的一个见光板啊，我们一定不能遗漏了我们的一个见光板，不然我们顶风板的尺寸它就不对了。好，然后我们再选择一下我们这里的一个高度，把它调整为100，然后我们再生成。
我们再生成。好，顶峰版这块大家 OK 了没？不行的，你到顶的话呢，你点到顶的话，因为呢，它有时候我们的一个顶峰版呢，我们这里直接点到顶的话，有时候它识别啊，它会直接识别到我们的一个上面的天花的。有时候啊，我们会识别到那里，但是有时候呢，它就会识别到我们的一个那个叫做什么？我们星座的一个天花这里。这个呢，这个功能的话呢，它有时候会到上面的一个，就会到我们还没有做天花之前的一个层高。有时候呢，它会识别到我们的一个做了天花之后的层高。但是这个功能呢，它不是特别稳定，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要记住我们顶峰版的一个尺寸，直接调整可能会更好。好，顶峰版这块大家有设置好了没？好，OK 了之后的话呢，我们再来看我们的一个顶峰版哈，因为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一个顶峰版的话呢，你看我们这边的顶峰版的话呢，它是平齐到我们的一个门板的，但是呢，我们这边的顶峰版的话呢，它是只识别到我们的一个会身的这里，你看它这里呢会预留了一个我们门板的位置，门板的位置。因为呢，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系统啊，它识别的原因。但正常来说的话呢，我们的一个顶峰版呢，还是要平齐我们的门板，会更好看一点。所以呢，以后如果我们做设计的时候，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手动去调一下。比如说，我们这里呢会有个叫做前缩进，前缩进这里啊，前缩进。比如说我们调20，对吧？前缩进的话呢，它就是往前缩进的，它不是，它这里呢是缩进，不是前进哈。所以呢，如果我们直接调20的话呢，它就往后缩一个20的。所以呢，我们这里正常，我们想要它盖住我们前面的门板的话呢，我们应该是一个-20。你看，它就盖住了我们的前面的一个门板了，这个位置。对，如果大家以后做设计遇到我们刚刚的那种情况，生成我们的一个顶峰板，它是有内缩到我们的一个门板里面的话，我们大家就手动把它调整好就行了。
好，这块大家有 OK 了没？好，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一个顶风板调整好之后，基本上呢，我们目前的整个厨房的柜体设计呢，柜体的设计我们已经完成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把它的颜色去做一个调整。好，首先的话呢，我们来换我们的一个地柜的颜色。地柜的颜色，好，我们一个个来。首先，我们来选择我们这边的一个水盆柜。选择我们的水盆柜之后呢，我们这里会有一个叫做材料替换。材料替换，材料替换。首先，我们要选择我们的柜身这里啊，厨房的柜身，因为它用的是防潮板，所以呢，它可以选的颜色不多。防潮板，因为呢，我们板件这里呢也会有区别，一个叫做防潮板，一个叫做石墨颗粒板。正常的话呢，我们比如说厨房的柜体的话，因为呢这个呢是叫做水盆柜，它要防水的，所以呢，正常来说，我们水盆柜这里的板件都是选择我们的一个防潮板的。防潮板。那现在的话呢，我们来选择一个颜色，就是用我们的一个黑榉木，柜身颜色用我们的一个黑榉木，然后呢门板颜色我们再来选择一个。门板颜色的话呢，我们这里呢就选择一个叫做选择这个颜色叫做 PET 平板 PET 平贴板，我们选择一个这个亮光至真灰。好，橱柜的门板我们选择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好，我们现在先把这个颜色选好。英文版的这个界面应该跟我现在用中文版的这个是一样的。你看看你的门型门板这里有没有选对？选门型材料的时候，你要看一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门型这里也是一个方形门板，方形门板之后这里呢，在方形门板的里面，然后呢，我们是往下拉，我们就能看到一个，你看这个呢是叫做倒数的第二个 PVD 平贴板，然后呢里面呢就有一个至真灰的一个颜色，我们要看看一步一步有没有对得上。就如果你有时候你选去了其他类型的门板，它可能就没有，你可能就比较难找到。好，现在找到了没？好，那我们继续哈。好，我们先选择完这个颜色，选择完这个颜色之后呢，我们再返回到我们这个参数这里，参数设置。因为呢，我们这个呢，它是叫做免拉手柜体，它这里呢是有一个铝条的。这个铝条的话呢，我们这里也可以选择颜色。
你看这个铝条呢，我们就在这参数设计这里，然后呢，这里呢会有一个叫做拉手颜色，然后现在的话呢，我们要把拉手的颜色把它改成一个黑色，会比较好看一点，改成黑色，这里改成黑色，拉手颜色改成黑色。好，那我们把拉手改成黑色之后呢，因为目前来说的话呢，我们现在它只是改了一个颜色的柜体，只是改了一个颜色的柜体。但同样的话呢，我们改完一个颜色之后呢，我们这里呢，它会有一个工具啊，这里会有一个工具叫做格式刷。你看，我们点击我们刚刚改完颜色这个柜体，点击它上面这里有个功能叫做格式刷，这里格式刷。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来点击这个格式刷，然后呢，把我们的一个地柜都给它刷成我们刚刚改成的那个颜色，我们就不用一个一个去调整它的一个柜体颜色了。好，点击格式刷，然后呢就刷刷，然后呢，包括我们的一个封板，我们都一样把它刷掉。好，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一个地柜啊，它就全部都是我们刚刚调整完这个颜色。那当然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已经把它全部已经刷完了，但是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一个免拉手的柜体，它的拉手，它的拉手颜色并没有变化，因为呢，我们这个格式刷，你看到我们这里的一个设置啊，它基本上就是我们的一个柜身门板，这个拉手指的不是我们这个免拉手的柜体，这个拉手指的是一个正常的拉手。如果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呢是一个外装正常的拉手的话呢，那我们把它刷掉，我们的拉手就会一样是一致的了。但是因为呢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免拉手的柜体，它的铝条啊，它不会在这个功能里面可以用得到的，所以呢我们的铝条呢还得一个一个去调回来。一个一个去调回来。那现在的话呢，你看，我们把它我们把它的一个柜身颜色跟门板都调成了同一种颜色。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把它的一个拉手的颜色，一个一个柜体的去给它调回来。好，那我们调到这个柜体的时候呢，它刚刚我们调整完这个拉手的时候，它就会跳出一个功能是调整完我们这个拉手之后呢，里面的拉篮呢，它就不见了，它就会不见了。你看我们打开的时候，它的拉篮已经不见了，因为呢，它刚刚有一个提示，我们换了一个拉手的颜色，它的功能呢就会跟前面的功能可能重叠了。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也不用去纠结它，我们只需要把刚刚它系统自动去掉的拉篮，我们再给它添加回来就可以了。我们再给它添加回来，添加回来就可以了。所以呢，大家以后如果要用到这种免拉手柜体的时候呢，大家就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拉篮最好就是在最后才添加，会比较好。这样呢就不会出现我们刚刚那种情况，我们把它刷掉，或者把它的拉手颜色一改，里面的拉篮就会跑掉，这样子。好，我们现在先来把我们整个的地柜给它完善了。
好，我们现在第一柜这一块，大家 OK 了没？好，那我们地柜 OK 了的话，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调整我们吊柜的一个颜色了。好，那我们吊柜的颜色的设计的规则呢，就跟我们地柜是一样的。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我们这个柜体，这个柜体，我们同样也是去到我们材料替换门板拉手这里，我们把它的一个柜身材质改成一个这个，改成一个黑榉木，跟我们一个底下是一样的。好，改成跟我们底下是一样的黑榉木。然后呢，我们的一个门板，我们的一个门板也用的是跟我们地柜一样的一个颜色，也是用一个叫做 PET，然后呢亮光自证灰。我们的吊柜呢也是跟我们那个用的是一样的哈，PET，然后呢亮光自证灰。然后吊柜的拉手也同样，我们要把它拉手的颜色设置为一个黑色，一个黑色。然后呢，我们设置完之后呢，我们这里要注意了，这里呢我们要格式刷的时候呢，因为呢我们中间的这个叫做烟机柜，烟机柜它的柜体呢跟我们这个免拉手柜的不一样，所以呢这一个的话呢，我们就不要去刷它，我们就不要去刷它，我们只刷跟我们同类型的，你看这个柜体，这个柜体，然后包括这个。然后呢，还有旁边的这一个，还有旁边的这一个封板，然后呢，还有我们整个的一个冰箱柜，我们都可以把它刷掉，我们都可以把它刷掉。好，我们先把它刷掉。刷掉完之后呢，记得我们这两个免拉手的柜体，包括冰箱柜这里啊，我们的一个拉手的颜色啊也要换成一个黑色，要换成统一的，要换成一个黑色，换成一个统一的黑色。换成一个统一的黑色。然后中间的这一个吊柜，我们就单独把它的材料给它改掉。同样的柜身颜色，我们用的是这个黑榉木。然后呢，门板颜色我们也同样用回跟我们那个其他吊柜是一样的，PET 的平贴板，亮光自证灰。只是这里它会有一个区别，就是这里的拉手啊。这里的一个拉手，我们就用回，你看拉手的选择，我们就用回一个叫做我们这里呢正常的拉手呢，它会有一个叫做标配，
然后呢，有一个叫做收费的。标配的话呢，它就是比较简单的类型。收费的话呢，我们这里的款式呢就会比较多一点，然后漂亮一点。然后呢，我们这里的拉手，我们就要选一个叫做收费的拉手。收费，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拉手滑到最下面，我们要用一个叫做按弹器的。因为用按弹器的话呢，我们表面看起来它就是那种无拉手一样的，一按那个门板就会弹出来，然后一按那个门板又会吸回去，这样子。好，我们先来把吊柜的这一块给它调整好，包括我们的这一个，包括我们这一个炉灶，包括我们这个烟机柜。OK 啊，这一步大家有做好了吗？好，那做好了之后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冰箱柜啊，我们这个冰箱柜的材料，我们刚刚是没有把它刷到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冰箱柜呢，我们就单独把它改成一个黑檀木的颜色，因为呢，我们要所有的柜身颜色都要统一。好，把冰箱柜改成一个黑檀木的颜色。好，那我们把冰箱柜改完之后的话呢，那我们那我呢，那我现在呢就需要让我们的这一个橱柜的设计，让它更有特色一点的话呢，那我们这边呢就尝试去做一些玻璃柜、玻璃门的柜体。好，我们要调整一个玻璃门的话呢，正常来说。好，比如说我们去选择一个这个玻璃门，因为呢，我们有些玻璃门的一个柜体的话呢，它的门型啊，它是有分左边跟右边的，所以呢所以呢我们去选择我们的一个玻璃门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比如说我们这里直接选择我们的一个门板，选择一个门板，然后呢，我们要做一个玻璃门，我们玻璃门的款式。我们的门板的设计款式啊，我们这里呢，你看它有很多这种，它这里呢就有显示我们很多门板拉手的一些款式。但是呢，如果你想看到更直观的一些门板的门型的话呢，我们在上面这里呢会有个叫做详情模式，我们可以点击这里。这里的话呢，它就能显示我们所有门型的一个
它直接会有小图让你看到我们这个门是什么样的门型的。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点击这个详情模式，然后呢，我们往下拉，我们去选择一个门板。你看，它有很多这种适应的玻璃门。我们现在要选择的一款玻璃门呢，是叫做 A04的这款玻璃门。A04这款玻璃门，A04，你看我们这款玻璃门的话呢，它左边跟右边的门型它都是不一样的，左边跟右边的门型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看，比如说我选择一个 A104的玻璃门，然后呢选择它，然后呢我要做一个深色灰的一个颜色，点击我们的深色灰，然后呢我们再回去看我们的这一个门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你看两个门型啊，我们两个门型它都是用了这一个，它都是同样是用一个叫做右开门的款式，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不对的。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整个柜体设计它就不一样，它就会错掉了，它就会错掉了这两边。所以的话呢，我们一般去选择玻璃门的款式的话呢，我们都要最好呢，我们是一个一个门板的去选择。就比如说，你看这个门板的话呢，它现在呢，它的这个门型是对的，因为呢，我们刚刚是选择的这个门型嘛，但是这个门型是不对的，我们就要从这里呢去选择一个，我们这边会有一个工具叫做选择组件，这里选择组件。然后呢，这里的话呢，就能单独的选择我们这个门板。那我们再选择我们这个门板，然后我们再点击我们这个门板，点击我们这个门板。你看我们这个门板呢，它这里的门型有没有看到？上面的话呢，就是一个右开门，上面这里呢就是一个左开门。因为呢，我们现在选择的是左开门，我们是要做一个左开门的门型，所以呢，我们就点击这个左开门，然后呢，再选择我们的一个深色灰。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这两个的门板的款式啊，它就会，你看它就会有区分了，左边跟右边了，左边跟右边。所以呢，我们这个细节非常的重要哈，在我们这个软件设计里面，大家一定要留意了。这个一定要留意。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来把这个玻璃门给大家完善。首先呢，我们要选择一个，你看我们要选择一个A104的铝框玻璃门，然后呢，我们这里的玻璃材质啊，你看我们这里有个门芯的玻璃材质，我们现在统一选择这个叫做银丝银砂的夹丝玻璃，我们要选择一个夹丝玻璃。然后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右开门这边，这里的颜色，你看这里的门芯，它是一个透明玻璃的，我们也要把它改成一个夹丝玻璃，统一这样子的。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大家先把我们的这一个玻璃门给它调整好。
有人问要左边，刚才换那个门，可能要重复一下。Harry，哎，你说。那个左边单一的门，刚才怎么换？可能要重复一下。哦，我们左边这个门其实也很简单。我们这里呢不是有一个，首先哈，我们这里呢有个选择组件，对吧？我们在左上角这里啊，这里有个工具叫做选择组件。我们点击这个选择组件，然后呢点击它之后，我们再来点击我们这个门板，点击这个门板，然后的话呢，我们再去替换掉我们的这个门板。你看，我们再选择我们这个门板，然后呢，我们再选到我们刚刚那个 A104的一个款式，A104的一个款式。选择完之后的话呢，你看它这里呢就会有显示一个，你看 R 就是右，L 就是左。那我们因为呢我们是左边的这个门板嘛，我们呢就要选择回我们左边的这个门板。你看，点击左边这个门板，然后再点击我们的一个深色灰的一个边框，然后呢，我们就能改掉我们左边的这一个门板了。哎，其实我们也可以来，大家现在可以先听一下我讲哈，我重新来操作一遍，可能大家会更理解一点。我先把这个格式刷跟这个一样，然后呢，我们去设计这里的玻璃门的时候呢，因为呢用我们刚刚的那种方式直接从这里选的话，可能大家有时候听的会比较模糊一点。那我们直接一开始的话呢，我们就用这个选择组件。我们就一个一个门板的来改，可能大家这样会清晰一点。你看，选择整体，选择组件，选择组件，然后呢，先点击我们的右边的这一块门板，然后呢，再点击我们的门板的款式。我们这里呢，我滑到最下面，我们去选择一个 A104的铝框玻璃门。因为呢，我们选的是一个单独的一个门板，所以它出来的这一个方向就一定是对的。你看，我们选择一个右开门，然后呢，选择一个深色灰，然后我们再把它这里的材质给它改成我们要的一个夹式玻璃，对吧？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一个右开门的话，我们的一个玻璃门呢的款式设置就完成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点击我们的一个左开门，点击我们左开门，然后左边的门，然后我们同样去找到一个 A104的款式玻璃门，铝框玻璃门。你看这里呢，它就直接会显示出，你看有一个右的，有一个左的，我们就直接选择左边的这个框，再去选择我们的一个深色灰。你看它的门芯呢，自动呢就是我们的夹式玻璃，那它就是对的了。你看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我们就能把我们左右的玻璃门都给它完整了，都给它做好了。这样的话，可能大家会更好理解一点。我们就一个一个门板的去改，它就不会乱了。好，那现在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们先把这个吊柜的门板给它改好。好，那我们呢？那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的这一块的玻璃门哈，给它完善了。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因为呢，我们刚刚选择那个模式呢，
它是叫做选择组件。选择组件的话呢，我们去选择任何一个柜体，它都是单块门板、单块门板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进入了这个模式之后，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去调整别的东西，我们一定要退出这个模式，一定要退出这个模式。我们这里呢要选择整体，它就回到我们这个正常的页面了。你要不然的话，有时候呢，我们直接在选择组件这里，我们再去调其他东西的话呢，这样很多东西我们就会变得很乱，或者我们没有把它调好。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得，每当我们去选这一块门板，然后呢，做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一个整体这里，要回到我们整体这里。好，那现在的话呢，下一步的话呢，你看这边还有一个柜体，那我现在要把这个柜体呢，把它变成一个玻璃门的话呢，两种方式哈。第一种方式的话呢，那我们就正常，像刚刚那样子，我们去选择组件，然后呢选择它，再去改这里的门板，这是第一种。然后第二种的话，你看我们这个呢本来就是一个我们这边的门板跟这边的门板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直接就可以选择这个门板，然后呢，这里呢会有一个叫做格式刷的工具，我们就把这个门板给它刷过去，你看它这样就一样了，一致了，那这样就会一致了。这样的话呢，就是单独的一块门板给它刷过去。如果我们这里呢是选择整体的模式的话呢，我们是没有办法选择到我们单块的门板刷进去。如果呢整个柜体刷进去的话，它可能识别就会有可能会识别到我们左边的这块门板。所以关于门板的话呢，就关于单块板件的话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个选择组件模式。但是如果关于整体的话呢，我们就一定要回到我们整体的一个模式。好，这个非常重要啊，大家要记住我们这两种模式。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把我们这里的一个玻璃门调整好之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把我们的一个顶风板给它调整到我们的门板的一个颜色，门板的一个颜色。好，首先我们顶风板这里呢，选择顶风板，选择完之后呢，这里会有一个顶风板的材质，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选择的时候呢，我们刚刚那个门板它是属于这种平贴板，然后我们这里选择平贴板，再选择这个亮光至真灰，它就跟我们的这个门板的颜色是一致的了。然后呢，里面呢会有一个叫做辅助板件，辅助板件的话呢，就跟我们是柜身的颜色是一样的。然后这里的话呢，辅助板件，我们在这里选择我们的一个板材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的一个叫做无尘板。无尘板我们拉，哎，稍等一下哈，不是，我们是有一个叫做我们这里呢有一个叫做魔力板，魔力板，魔力板，魔力板呢，我们滑到最下面，它就有一个叫做黑掘木的一个颜色了。魔力板，我们第一个是平贴板，第二个是魔力板。好，那现在大家先把我们的一个呃两边的一个顶峰把它换成一样的颜色先。
好，我们的一个顶风板的材质改好了吗？应该可以了吧？好，OK，那我们就继续下一步。好，那我们下一步的话呢，接下来的话呢，我就要给我们这一个，因为呢，我们这里呢用的是一个玻璃柜，所以呢，我们里面加个灯带会更好看一点。所以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来，所以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来给我们这里的玻璃柜跟我们这里的开放柜，给它添加一个灯带在里面。好，那添加灯带的话呢，首先我们要把它的门板给它打开，要把这个门板给它打开。然后呢，把我们这个玻璃门的门板也给它打开，因为要打开完之后，我们才能添加里面的一个灯带哈，不然我们灯带是放不进去的。好，把玻璃门打开了之后呢，我们再在这里选择组件，我们要去到这个模式，选择组件，选择组件，选择完组件之后呢，我们这里呢，你看它是会有两个不一样的东西，一个是叫做二三系统柜，二三衣柜，但是呢，我们的橱柜啊，我们的橱柜呢，它是不属于我们这个二三系统柜里面的一些功能键，所以呢，我们只需要针对我们的一个橱柜，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橱柜，我们要添加它的灯带的话呢，我们就直接去到，如果我们直接去到我们的橱柜功能键这里啊，我们就会发现，你看我们这里呢只会有一些你看我们去到橱柜功能键这里，我们在板件的这里啊，我们在板件的这里，你看我们往下拉，我们就能找到一个叫做嵌入式层板灯的一个工具。嵌入式层板灯的这一个灯带。然后的话呢，我们添加灯带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我们找到这一个嵌入式层板灯，然后呢把它滴过来，直接你看放到我们的一个吊柜的一个顶板上面了。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要放对我们的板件，不能放侧板。一定呢，但是我们也会非常的简单，因为只需要放到我们的顶板，它就会自动的吸附过去了。放到我们的顶板，然后呢给它放过去之后。你看，它这里呢自动会有一个参数，比如说距离后面是多少，见光还是不见光。这个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的系统默认的。如果设计或者客户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那么还是建议按我们的一个默认的一个数值就可以了，数值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同样我们的顶板跟我们的这块层板，你看我们直接点过去的话呢，这两个层板灯它就自动的嵌进去了。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这个开放格啊，我们这个开放格包括我们这边的一个单门的一个玻璃柜也是一样的。然后呢，现在我们就把我们的开放格跟我们的一个玻璃柜，我们都给它做成带灯带的类型。好，那么现在先把这一步给它完成了。
在这里啊，在这个位置啊，这里啊有一个选择组件，选择组件，选择组件，然后呢，这里呢会有个叫做橱柜功能键，这里有一个板件，然后呢我们再往下滑，这里呢就会有个叫做嵌入式层板灯，在这个位置就有了。但是你要先去到选择组件的这个模式。好，那添加灯带这一步大家都完成了，对吧？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到下一步哈。好，那我们添加完灯带之后呢，基本上我们整一个橱柜的一个柜体设计啊，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基本上我们看到现在整个雏形都已经出来了。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去添加，因为呢我们这边呢，为什么这里的柜体呢它会有一个高低柜呢？因为这个烟机柜我们这里预留的一个大概10公分的位置啊，它是给我们放烟机的一个电器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去把这个烟机给它放上去。那我们去烟机的话呢，因为呢它还是属于我们的一个柜体啊过渡的一个阶段的，所以呢我们要找烟机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去到我们橱柜这里去找。首先我们点击这里的一个橱柜，点击这里的一个橱柜，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会有一个电器，左下角这里会有一个电器，到时候呢我们这个橱柜的所有东西呀、我们同样也会搬到我们的一个二三柜的目录里面的，到时候也会全部搬过去的。但是现在我们要找的话呢，我们就只能在这里找，因为它还没有过渡过去。好，这里有电器，选择电器之后呢，我们再选择一个我们的一个烟机，这里会有一个烟机，有一个烟机，然后呢，大家就跟着我去选择一个这个款式，我们要去选择一个，我们去选择一个，稍等一下哦，我们选择一个这个款式，选择一个8076的一个款式，8076这个款式。8076这个款式，因为呢，我们的烟机，我们的一个电器这里啊，只要我们选择我们的一个烟机柜啊，我们的一个烟机呢，它就会自动吸附到我们这个烟机柜的这一个柜体里面的，所以呢，这个我们也会非常的智能，非常的方便。好，这一步大家都有完成了吗？选择一个烟机柜，选择一个烟机。好，我们选择一个款式8076的一个款式。
好，那我们把这一步完成了之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往我们的厨房里面了，去添加一个视频了，去添加一个视频功能了。那我们添加视频的话呢，我们要去到这里，我们要点击这里有一个叫做装饰的装饰，然后呢，我们这里会有一个云模型，点击这里云模型这里。点击这里之后呢，我们要选择到我们这里的一个厨卫阳台，这里厨卫阳台，然后呢，我们要选择到我们的一个厨房，选择到我们的一个厨房，选择到我们的一个厨房，在我们厨房的这一个装饰里面呢，你看我们厨房所有的一个装饰啊，我们都可以从这里可以找得到。比如说我们要在这里放一个，我们要在这里放一个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放一个锅具，对吧？那我就直接可以从这里，然后呢选择一个锅具，然后拿出来放到这个空间，你看放到大概，我们就直接放到这里的位置，然后呢再把它左右这样调整，左右这样调整，你看我们就这样左右调整，把它调整好它的一个位置，然后呢再放一个这个到这边，然后呢往上拉一点，把它调整好。然后我们厨房里面的就所有的装饰啊，我们都可以在我们厨房这里的一个功能键这里，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拿到。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讲一下我们这个冰箱，我们冰箱从哪里拿出来？因为冰箱呢，它是属于我们的一个电器的一个类型，所以呢，冰箱的话呢，我们就会在这里，在这里会有一个叫做灯饰家电这里啊，在这个位置灯饰家电这里。好，那我们选择我们一个灯饰家电，然后呢，我们再选择我们家电的这一个列表。选择完这里之后呢，你看它这里呢，直接就会有一个冰箱的一个类型，冰箱冰箱的一个类型。然后呢，我们就要选择一个单门冰箱了。那现在大家先跟着我去选择一个冰箱的款式，因为呢，我们现在预留的一个位置啊，它只能是一个单门冰箱，它不是一个双门的冰箱。我看一下，我们可以用一个这个款式，用一个这个款式。稍等哈，稍等，那个合适一点。这个，那么还是用这个好吧？还是用这个款式吧，用这个款式。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冰箱放进去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左右的一些尺寸给它稍微的调整一下，左右的尺寸给它稍微调整一下，左右的款式调整一下。哎有，
好，好，我们现在统一我们的冰箱都选择用这个款式哈，用这个。然后呢，我们同样也是去到第10页这里，然后呢选到我们这个6753的一个冰箱款式。好，那我们把这个冰箱放完之后的话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给大家大概10分钟的时间，我们去厨房这里啊，去厨房的这个空间这里啊，我们把我们厨房的这个视频给它完整一下，好吧？好，现在开始给大家大概10分钟的时间，我们把我们厨房里面的一些视频给它完整一下。然后呢，我们下一步呢就教大家去出我们的一个效果图跟 VR 的效果。好，关于我们刚刚去放我们的一个视频，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哪些不了解的吗？我们就在厨房这个空间这里，比如说我要放一个，比如说我要放一个东西在这个位置，比如说我放一个东西在这个位置，那我们就直接从这里把我们的视频拿出来，然后呢放到我们你想放到的一个位置就可以了。好，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给大家10分钟的时间哈，我们把我们这个厨房的空间，我们用视频把它丰富一下。
好，现在大家有把我们这个厨房的视频给放完吗？诶，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去放我们的视频啊，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设计的规则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放视频就不一定是越多越好的，越多就并不一定是越多会越好的，因为呢，你放的多的话呢，你对你的一个色彩的一个搭配可能就会更高，要不然呢就会显得很乱。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做设计的时候呢，我们对于视频的搭配，我们就会有一个原则呢，就是如果你对视频的颜色的搭配把握没有很好的话呢，那么就建议呃，那么就建议可能少一点，也不用那么多，会更好，整体看起来的感觉。好，那我们大概去到45分的时间，大家就完成，好不好？因为现在是42还是41分，45分可以吗？好，那我们45分呢，我们就要把视频全部给它放完，那我们就来下一步哈，我要教大家去渲染出图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一个下一步了，出图。到我们出图的这一个方式了。好，首先呢，我们把这个空间的视频做完之后，把我们这个视频做完之后呢，我们就来按我们这里呢会有一个渲染的一个按钮，然后呢，我们就点击这里，点击这里，点击这里之后呢，你看点击这里之后呢，我们这里呢就会进入到我们一个渲染的一个页面，渲染的一个页面。我们这里呢一共有两种渲染，然后呢第一种呢是叫做光追渲染，这种的话呢可能就速度会快一点，用时会更少一点，但是呢它的效果呢就会差一点。所以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不太建议大家用这个光追的这个渲染。然后呢，第二个呢是叫做光子渲染。然后呢，在光子渲染里面呢，我们呢也会有两种。第一种呢是叫做普通的光子，第二种叫做极速的光子。那同样道理也是一样的。我们的普通的光子的话呢，就是我们目前来说，出图的质量更好，出图的质量它是最好的。但是呢，同样来说，它需要耗时的话呢，也会稍微的多一点。然后这种极速光子的话呢，它的出图的效果呢，跟我们的普通的光子呢，也稍微会有一点差别，但是呢，它也只是用时更短而已，用时更短而已。所以呢，今天呢，教大家出图的时候呢，我们先来出这种普通的光子。普通的光子就是我们先以这种出图效果更好的这种方式来教大家操作。好，那我们出图这里的设置的话呢，主要就会有第一个呢，它会有这个构图的一个比例，你看3:2，然后呢16:9。那正常来说的话呢，我的习惯会比较用这个叫做16:9，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出图我们会显得整个画面呢更大一点，空间更宽一点，空间更宽一点。所以呢，建议大家按正常来说，我们就用这个16:9，16:9出图会更好一点。然后呢，我们这里的渲染的话呢，我们有一个预览高清、超清预览。我们正常来说就选这个，因为呢，我们现在是用我们最好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就选择我们的一个超清来出图就好了。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往下面，这里呢就会有很多灯光的一些模板，灯光的一些模板。因为呢，我们这个软件它非常的智能，它不需要我们自动去手动调我们任何的一些灯光参数啊，包括一些细节啊，它全部都有一个模板。然后呢，我们想要看到模板里面的灯光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到2D 这里。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呢，直接选择我们的一个2D。我们这里直接选择我们的一个2D。好，我们来看，选择完2D 之后，你看我们现在是第一个模板，然后呢，我们再点击第二个模板，大家看到它里面的灯光是会有变化的。比如说我们再点第三个模板，然后点第四个模板，你看它里面的灯光啊，就会有一些，比如说哪里是有灯，哪里是没有灯。你看这里有灯，这里的阳光灯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些模板的话呢，就让大家之后有时间的话，你们就慢慢去测试，你们看看比较喜欢哪一种模板就可以了。那现在的话呢，我教大家就是用我目前比较常用的一个模板，我们就用这个白天通透的这个模板，出图的效果会更好。白天通透，好，然后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一个3D 的页面，回到3D 的页面之后，我们再继续来往下走。往下走，这里呢就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外景可以选择。你看，它有很多的外景，它会有非常多的外景的，我们可以去选择。但是的话呢，我这边建议大家的就是，我这边建议大家的就是，就是有时候啊，我们一个场景里面的话呢，本身它可能就有很多的颜色的。那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边，它有一个推拉门，这边有一个窗户。那正常来说的话，如果我们按这个角度，我们再去外面给它一个外景的话，看起来就会非常的奇怪。这边有外景，这边也有外景，就会非常的奇怪。所以呢，建议大家，一般我们要选择用到外景的话呢，只是
比如说我们只有一个窗户或者只有一个阳台门的时候，这种情况我们选择外景呢是没有问题的。那像我们现在这种情况，它又有阳台门又有窗户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用我们这个纯白色。这样子的话呢，就会让我们整个画面看起来，第一个是干净一点，第二是没有那么的突兀。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选择这个纯白色。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滑，往下滑的话呢，我们这里呢会看到有一个太阳光设置这里，太阳光设置这里，这里的话呢，我们这里呢就会有一个，我们这里呢就会有一个色温跟有一个亮度。那按正常情况的话呢，我们不需要我们这个亮度啊去到很高，所以呢，我们就先跟着我的设置哈，我们先把这个色温拉到最低。然后呢，把这个亮度也拉到最低，不然我们的阳光可能照进来啊，它的感觉就会比较强，就会比较强烈，可能我们的一个效果展示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然后呢，接下来的话，最下面这里呢，就会有一个，你看这里呢就会有一个阳光的一个照进来的一个角度，照进来的一个角度。那按我们正常情况下的设计的话呢，我们的阳光啊是应该照到我们柜体这边，整个感觉会更好看一点。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先把我们的阳光，然后呢，照到我们柜体这个方向这边，类似这样子。好，然后我们把阳光的角度调好之后呢，我们这里啊，再去回到我们这里的3D 这里，回到我们3D 这里。那现在大家呢就跟着我一起来，我们去设置两个角度出图。设置两个角度，大家就跟着我的角度就好了哈。之后大家可以慢慢去找自己喜欢的角度。好，接下来第一个呢，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正面的一个效果，这边会有个叫做保存我们当前的视角，然后我们按一下，这里呢我们就出来一个角度一。好，现在大家哈，我们就按这样子，然后呢作为一个角度一，然后第二个我们再找一个角度，我们要找一个这个角度。我们找一个这个角度，好，我们找一个这个角度作为角度二。好，接下来呢，大家先把我们的一个角度一起调整好，角度一，角度二。我们这个空间呢，目前只需要出2个角度就可以了。好，角度大家都有设置好了吗？有 OK 没？好，我们把这个角度设置好之后，包括我们刚刚的一些这边的设置哈，设置完之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按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就按这里，按这里呢，我们会有个叫做批量渲染的，我们按这里啊，批量渲染这里，批量渲染这里的话呢，那我们就直接可以选择一、二，选择2个角度，然后呢，我们再按确定，它就会提交，它就会自动保存到我们的一个后台。你看，它就会自动保存到我们的一个后台提交成功之后，然后呢，我们现在呢提交一个超清，然后我们再提交一个预览图，我们提交2个，因为超清的话呢，我们等下回传的时间会稍微有点慢，我们呢就可以再提交一个预览图，让大家提早去看一看我们刚刚的一个效果。
好，那现在大家跟我一起啊，选了这个预览图，预览，然后呢，我们再按这个批量渲染，点击它，再选择两个视觉，然后呢，我们再提交，我们再提交。好，提交完之后呢，我们还是要确认一下我们刚刚提交的有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点击这里啊，有个图册，我们就可以去到图册这里，点击图册这里。图册这里的话呢，就能看到我们刚刚提交的所有正在渲染的这种文件，那我们就可以核对一下我们刚刚提交的有没有错。你看，我们刚刚提交了两张超清的，两张预览的。那我们就证明我们在图册这里再检查一遍的话呢，就确认我们刚刚提交的没有问题。这个非常重要哈，因为有时候可能你提交了，但是提交错了，然后呢你没有去确认的话，到最后我们的一个渲染结果出来了之后，你会发现不对，然后又得花时间再重新去渲染一遍，这个就有点耗时了哈，所以大家一定要确认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已经把效果图的这个提交了之后，我们现在再教大家去做一个 VR 的一个效果。那 VR 的效果的话呢，我们就要点击这里，会有一个叫做漫游去加，点击这里。哦，sorry 啊，是点击我们的去加这里。我们是要退出到我们的这一个页面这里啊，退出到我们渲染这个页面这里，到这里。就是我们刚刚已经点击了图册，对不对？我们不能在图册里面，因为在图册里面点击这里的话呢，也只是我们提交完之后的那一些场景而已。所以呢，我们要按这里叫做返回，返回，然后返回到这个页面，我们再点击我们的一个漫游去加，点击这里有一个漫游去加，好，点击完漫游去加之后，同样道理，我们在这边也要选择一个叫做，我们有个光锥，有个光子嘛，但是呢，我们的一个漫游去加里面的一个效果的话呢，它就不能选择我们的一个光子的模式，因为这个耗时会比较长一点。你看，它只允许我们用一个光子，但是这个呢也没有问题，那我们就选择一个极速的光子，然后呢，我们同样选择最大的那个6K，选择 6K，然后我们的模板还是选择回跟我们的效果图那边一样，你看，选择一个白天通透，选择一个白天通透的模板，然后呢，选择一个纯白色，然后我们继续往下滑，你看太阳光这里呢，也要把它的一个色温拉到最深，亮度把它调到最浅。然后呢，我们同样也要确认一下我们这个太阳光啊，跟我们这边是一样的。好，我们把这些都确认完之后，好，接下来这个呢会比较重点，因为呢，你看这里呢会有一个叫做脚步的东西，脚步。其实这个脚步的话呢，就是我们在房间里面的一个空间视觉。你看这个空间视觉，这个空间视觉。所以呢，我们的一个脚步一定要放在，比如说按我们这个空间的话呢，我们的脚步应该是放在我们大概的这个位置，中间的这个位置。那我们看起来的话呢，就是你看我们这里转的话，我们这里转的话呢，它的视觉就跟我们这里会有一个叫做小图的，我们这里有个小图，就跟这个小图的视觉一样，转的话。那如果我们的脚步呢，它是在门口这边，那我们整一个的视觉的话，它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它就很偏了。所以呢，我们的一个 VR 效果的一个视觉一定要在中间的这里，在中间的这个地方。好，那我们把这个视觉移到我们中间的这个地方之后呢，我们同样也是选择这里提交渲染就可以了，提交渲染。
好，提交完成之后，我们同样也是可以去到图册这里啊。图册这里，你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刚刚提交渲染的那一个方案，它正在渲染当中了，它正在渲染当中。所以呢，我们提交完之后呢，也还是要确认一下我们是否提交完成，是否提交完成。好，那我们把刚刚的去加跟效果图都提交完之后的话呢，那我们这里呢，那我们这里呢再保存退出一下，在这个位置，因为我们已经提交完了。因为呢，我们这个软件是这样子的，我们把我们的一个效果图跟我们的一个 VR 提交完之后呢，因为它就已经属于在后台那里，它会自动去运作了。它会自动去运作，所以呢，我们可以正常回到我们这个3D 空间这里去做任何东西。我们刚刚提交的那些效果图都不会受任何影响的，包括我们可以去做新的一些方案。好，那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回到这个页面，我们再打开我们的一个图册，看看我们刚刚的一个效果图出来了没？好，那我这边看到的话呢，我这里的效果图就已经是出来了，已经是出来了。好，看大家有没有效果图是出来了的，嗯，刚刚是有人好奇这个为什么不能定住是吗？其实这个没有必要让它定住啊，它没有必要让它定住，因为它这个呢只是一个功能而已。如果我们要看里面的一个角度的话呢，那我们就直接，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脚步放在这里了，对吧？那我们就移动这个小图啊，我们就移动这个小图，我们这个移动这个小图，你看它的箭头，它的这里呢就慢慢就开始动了。比如说我们这里拉大一点，是吧？我们这里拉大一点，你看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预览图这里移动的话，我们这里的摄像头就会跟着动了。所以我们没必要纠结于我们这个摄像头动不动的原因，它跟我们任何东西都不影响的。OK 好，OK，渲染图那边全部人提交成功了吗？应该没问题吧？
要看看他们，哎，你们那边有人的效果图已经出来了吗？还是显示在涮羊当中？有了。好，有了之后的话呢，可能就要麻烦大家，你看我们这里啊，效果图这里啊，好，我们在效果图这里呢，这里会有一个叫做下载的按键，我们这里会有一个叫做下载的按键，大家可以下载，大家可以下载各自的效果图，然后呢发到你们那个WhatsApp 那里，发到你们 WhatsApp 那个群组那里，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大家做的一些效果图了。我这边应该 VR 也出来了，你看我这边 VR 也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我们 VR 出来的一个效果图，我们 VR 出来的一个场景。但是呢，我们极速光子啊，跟我们的一个普通光子，它的效果呢还是会有点区别的。就比如说，我们看这个阳光，这个阳光呢，我们调整完之后，在我们的 VR 的极速光子里面呢，它就显得会有点黄了，这个阳光就会显得有点黄。但是呢，在我们那个但是在我们普通光子里面呢，我们这个阳光呢，就是刚刚好的。所以呢，我们的效果图的一个设置跟模式的话呢，还是靠大家之后要慢慢的去尝试，慢慢的去尝试，然后呢，看看哪种适合自己，然后呢，你才能会找到比较适合自己效果图的那种风格吧。这样子的话。当然，在你们慢慢还没有尝试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先按我的这种方式，就最起码现在教大家的这种方式的话呢，最起码是能保证大家能先出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图先。好，那大家记得把我们的各自的效果图都下载下来哈，发到你们那个 WhatsApp 的群组那里，到时候呢，20再转给我这边看看就可以了。哦，你们全部都把你们的那个 3D 效果图自己下载出来，KL 的就发给 Selin 吧，然后冰城的就发给我，WhatsApp 发给我吧就行了。对，发过来，到时候20你这边整理一下，你转给我看看啊。对对，好。好，然后呢，我们效果图的这一步呢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接下来呢再教大家去做我们的一个导台，导台的台面是怎么做的。
好，好，OK。那我们来做导台的时候呢，我们同样也是哈，先去到定制这里，我们做导台同样也去到定制这里，然后呢，我们去选择一个免拉手的一个厨房柜，然后呢，我们就随便选一个平开门柜出来，然后呢，放在这个位置，放在这个位置。好，大家先好完成这一步。好，这个柜体大家都有拿出来了吗？放在这里，大概这个位置。好，OK。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柜体啊，先把它的一个台面给它放上去。我们去到线条造型这里，这里有个台面，先把这个柜体的台面给它加上去。嗯，好，先把这个柜体的台面给它加上去。好，我们添加完这个台面之后呢，我们这里呢就选择一个白色，选择这个白色，我们看的会更清楚一点。选择这个颜色。好，选择完这个颜色之后呢，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这里会有一个，我们再去到这里线条造型这里，我们这边呢会有一个叫做侧台面的一个功能，侧台面的一个功能。那我们现在就选择我们的一个侧台面，点击它，然后呢把这个侧台面的鼠标放到我们的一个台面的侧边，放到台面的侧边，点击它。点击它之后呢，一定要记得了，我们侧台面的一个材质的话呢，我们只能从这里去选啊，就是我们侧台面的材质之后呢，我们侧台面的材质，当我们生成了这个侧台面之后呢，我们就不能去调整我们这个侧台面的一个材质的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这里呢，我们就把这个材质给调好。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侧台面的材质呢，一定是跟着我们上面这个主台面的。如果我们主台面是黑色，那我们侧台面就是黑色。那我们现在主台面是这种白色，我们侧台面就是这种白色。好，那我们选择这个侧台面之后，我们这里呢，我们右下角这里会有两种拼接的一种方式。你看，一种呢是我们的一个上面的一个台面板，它是伸出我们的一个台面的。这个呢我们会用的比较少，正常来说我们会用这个平齐的更多。我们平齐的更多。好，OK，那现在我们就选择这个平齐。
然后呢，我们再点击我们的一个生成，你看这样子的话呢，它就会生成了一个侧台面，它就会生成了这个侧台面。你看，它就会生成了这个侧台面的一个款式。你看侧台面的话呢，我们再去调整它的材质的话呢，我们是不能去调整的了。所以呢，我们只能生成侧台面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上面的这块台面是什么材质，我们这里呢就会默认生成什么材质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侧台面，包括我们的一个吧台的一个生成的一个方式。好，那我们侧台面这一块的设计，还有没有谁不明白的吗？嗯，应该要你再说多一次，可以吗？可以。好，那我们先把这一块给它删除。删除之后哈，我们侧台面同样哈，去到这里有一个线条造型，有个线条造型，然后呢这边有一个侧台面的一个工具，那我们就选择这个侧台面，选择它之后，然后我们再选择我们一个哪一边要侧台面的一个台面，选择台面的侧边，然后这里呢，你看它会有两种拼接的方式，正常来说呢，我们都会选第二种，因为第一种的话凸出来的这种效果的话呢，一般很少人会选择，所以我们一般就选第二种就可以了，平齐的。选择完这个，然后我们再按生成就可以了。好，选择完这个呢，我们再按生成，你看它的侧台面就生成了。所以呢，我们一般做吧台的形式呢，我们就会这样做的。你看，我们生成了这边，假如我们再想生成另外一边也是可以的。我们一样是用这个侧台面，然后点击我们这边的一个侧边，选择台面。你看，这样它两边就生成了，同样的方式，两边都可以生成。好，然后侧台面这一块大家都 OK 了吗？OK，好，然后呢，我们今天讲完侧台面的这一块之后的话呢，那我们今天厨房的这一个整个的培训的内容就大概差不多了。整个的厨房的培训的内容就大概差不多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对于我们这个软件呢，还有没有什么疑问，或者是我们现在出的这种效果，跟你们以往接触的，比如说3D 的软件啊，还有其他的软件啊，是我们这个更复杂一点的，还是更简单一点的？大家也可以说一下。有吗？来，可能几个人来发表一下，跟之前用的软件什么不一样？
有吗？不是说好像早上也有一些问题说想要了解一下或者想问一下吗？也可以啊。嗯，有吗？有人有问题吗？嗯是啊，翔这边看了这个觉得怎么样？我想我有一个问题，就嗯那个台面啊，因为以前那种老师的有一些人，可能他们做那个类似那个 breakfast counter 早餐，人家有一个吧台这样的，然后他的台面如果在在尾端那边我们要做半圆的话，我们要怎么做？突出去半圆。突出去做一个半圆是吧？对对对对。哦，我懂你的意思了。我来看一下哈，我来看，其实你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哈，我们来看一下，就好像是这个台面是吧？就好像是这个台面，然后呢，它再往前突是吧？比如说它再往前突出一个600，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台面做成一个弧形的，能不能做？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吧？是这个方式是吧？对对对是。这种我们也是可以做的，我们也是可以做的。但是呢，这种呢，我们一般呢是属于那种叫做飞镖类型的一个台面，飞镖类哦，型的一个台面。好。对，这个呢，我们在软件里面呢也可以画出来，但是呢，可能弧度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10x10的一个台面嘛，它的弧度呢可能就会有一个标准这样子，它不能说我们要一个怎么样的弧度都可以的。哦，那有预嗯。设的弧度吗？呃，正常来说可能都是一个180左右吧，差不多，就是一个它它正常，就是一个正常的会自动半弧形这样子。会自动生成吗？还是我们必须得做那个另外的设定？这一个的话呢，像这一块的话，因为它是属于一个飞镖的台面，我们操作起来的话呢，我们是稍微会比较费时间一点。哦，到时候呢，像这一块的话呢，我到时候可以单独再录一个小视频发给大家，可能这样会更好一点。我们是可以做好，到的，好，OK OK，可以。对，我们是可以做到的，没问题的。好，再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渲染图，他问题可能我要问看翔啊，那个渲染图方面呢？啊？嗯嗯，其实渲染图方面还 OK，因为现在我们这一边哦，我们用的那个3D Max V-Ray 的那个软件啊，他们在2年前有新出一个插件，其实 render 出来应该才30秒而已，所以我可以，我等一下我可以发一个我渲染的那个 sample 给你看一下。但渲染方面，我觉得都差不多啦，都 OK 的，只是建模方面会快蛮多，而且它也可以同时生成那个我们橱柜的那些细节图来说的话，我嗯是觉得还蛮重要的啦。但是那个我发现哦，因为我们其实在当中，我们必须得还去做很多那些小设定，比如说那些呃拉手啊，那些颜色啊，然后那些可能刚才我们设置那个橱柜门的那一方面东西，我觉得啦，如果还是交给那些新手设计师去做设计的话，在他们确定方案还有确定那个订单之前哦，应该必须得有一个专业的人士去查看一下他们的那一些小配置会不会有问题。
不然应该很多新手的设计师应该会漏掉那些小细节的东西，这是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不然到时候如果已经确定了那个订单，然后没有人去检查那个订单的东西有没有不符合他的那个设计，或是他们的疏忽啊，导致的订单从中国已经运到马来西亚，那就应该蛮头痛的了。我应该大概懂你的意思了，但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一方面可以完全的放心，因为呢，我们一个流程呢是这样子的，就比如说哈，在马来西亚那边，如果你们的一个客户已经确认好我们这个订单了之后，对吧？已经确认了我们这个订单之后，那首先在下单之前呢，我们这边呢就会有团队专门去帮你们检查一下。你们这个订单哦，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对，有问题的嗯话，我们会有一个，我们这边会专门有一个团队去跟你沟通。比如说你选的这一个拉手的颜色，对吧？你可能这个拉嗯，手的颜色选的不对，我们这边会检查出来，然后呢再反馈给你，再反馈给你，跟你说好，这个呢，这个拉手的颜色会有问题的，甚至我们可以再提前一点。在你们下订单或者跟客户确认之前，你们把方案做出来之后，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跟客嗯户已经沟通了一轮，觉得我们这个方案，可能客户差不多要成交了。那在这一步的话呢，你们同样也可以发给我们这边去帮你们做一个提前的一个检查，看看工艺有没有问题啊，尺寸有没有差啊，还有没有什么其嗯，他一些五金有没有用错啊。我们这边全部都可以提前帮你们检查一遍，然后呢，可到最后以可以可以，到最后下订单，到最后下订单，我们也会有专门的工艺团队去帮大家保驾护航，就确保肯定不会出现工艺上或者在设计上的一些问题的。所以呢，这个呢，大好，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可以可以，那就很好，因为我就是担心没有这一个环节那就糟了。有的，有的，有的，因为不是这样子的话，大家的成本都会很高，所以我们这边也会对非常谨慎的。对对对对对对，好，应该没什么问题了，都还蛮快的。好，那这样子的话呢，这样子的话呢，我这边因为我们刚刚的一个效果图已经出完了，对吧？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我就在大家感受一下，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个功能呢是叫做一键出我们的一个 CAD 图啊。然后呢，我们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软件的这个功能。首先我们先把刚刚那个吧台给它删掉，把刚刚那个吧台给大家删掉。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刚刚生成那个侧台面的那个方式哦，大家记住就好了。然后呢，我们把吧台给大家删掉，删掉完之后呢，我们再选择这里有一个工具叫做其他，这里会有个其他，然后呢，我们这里呢会有个定制家具的 CAD，定制家具的 CAD。好，然后现在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因为呢，我们这里呢会有两个分组，然后有两个分组，有一个墙面视觉，有一个自动分组。那我们现在呢就先点我们的自动分组来感受一下，这个呢就是一键能够生成我们我们今天画的这一套橱柜的 CAD 所有的一些细节图。好，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一键生成完之后的话呢，你看我们在这里呢就会有非常多的一些结构图，你看我们会有非常多的这一个，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下柜的平面图，还有一个上柜的一个平面图，还有我们的一个柜体的一个结构图。你看，在我们这个图上面看的都会有非常的清晰，而且呢，我们这一个图纸的话呢，它会有两个文件，有一个图片的，还有一个CAD 的一个文件，CAD 的一个文件，就是我们可以转化为 CAD 文件都可以。你看我们这里呢，它的材质啊什么的都会写清楚，所以呢，这一个图纸的话呢，基本上下到我们这边中国的工厂这边也是这么一个图纸。所以呢，我们会非常的清楚，包括我们跟客户确认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图纸去确认。
我们一键就可以生成这个图纸去确认，包括这里客户选的什么颜色，选的什么样的一个拉手的款式，这里呢我们全部都会标注清楚，还有它的门架是什么类型啊，对吧？这里全部都会有，全部都会有这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图纸，所以这个功能呢也是我们软件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包括我们的一个台面也是一样的。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一键生成我们的一个软件 CAD 图的一个功能。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软件的报价的一个功能，好吧？好，我们再来点击我们的报价呢，就会一样是在我们的报价，我们会在这里啊，在我们导数第二个这里专门会有一个报价。有一个报价，然后基本上的话呢，我们这里啊，我们直接选择我们的一个，我们这里会有一个叫做全屋报价，有一个手动报价。手动的话呢，就比如说我只需要报其中一个柜体的话，我就用到这个手动的报价。那正常来说的话呢，我们都直接是用到我们的这一个自动报价的。那我们现在来感受一下按我们的一个自动报价。自动报价。然后呢，我们报价完之后出现，比如说我们这里啊出现有一个这个提示的话呢，出现了这一个提示的话，它就提示，比如说我们刚刚选择的这一个型号，来我们来看一下，按确定。你看我们这里呢就提示我们刚刚选择的那一个电器啊，它可能是已经淘汰了，所以呢它这里的价格就没有显示，或者没有更新。所以呢，以后我们的报价只要出现刚刚那种提示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的订单这里去查看我们的一个报价，看看它是哪里有问题，我们就可以对应到它的一个名称。那当然说的话呢，我们的电器呢一般都是在当地买的会比较多一点的，肯定不会在我们这边去运过去的。但是大家呢也要留意一下我们这个报价上面的一个区别，这样子。好，那我们的报价呢，你看它这里呢就会写清楚我们的一个柜体它是多少钱，配套的东西呢，就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个电器啊，或者是像我们的客厅的一个沙发啊，还有我们的一个餐桌椅呢，像这些呢它就属于一个配套的产品。对，然后呢配套以外的它就属于我们这个叫做柜体的一个产品。然后你看它这里呢就会有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这一套的柜体，包括我们的台面，包括我们里面的一些拉篮啊、五金啊，都在这里会有非常明细的一些价格。然后它这个叫做盐米的一口价，它这个的话呢，只是针对于我们目前的一些我们国内的一些套餐呢，我们的国内的一些套餐，所以大家呢就不需要特别去纠结这一个报价哈。这个呢是适用我们国内的一个套餐的报价而已，国内的一个套餐的报价而已。然后这里呢就会有个叫做盐米的一个明细，这个明细呢它的报价就会更细一点。你看，就比如说，它甚至会单独的列出它的一个门板有多少个门板它的拉手或者它的米数是多少，包括它用什么五金，在这边都会全部写的非常的清楚。这个呢就是一个明细的一个报价。你看这边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明细的报价。那这个东西在中国能赚钱吗？你看，它包括我们，你看盐米的一些报价，就比如说可能，呃，如果客户你看他要算，因为呢我们厨房一般我们是按多少米多少米这样去算我们的一个金额的，它不是按方的。你看它这里呢就会写的非常清楚，我们的地柜你看到底是多少米，然后呢吊柜是多少米，这样子这里会写的非常的清楚的。这一整六七百个的话块，啊。1米600块是差不多一层多少3层，2、300块，差不多不？
它只是把一个单体的那个拿出来，然后如果你再加那些 accessory 啊，加那些什么那些啊，这个问啊，是是那种应嗯，该一样哦，那个价钱跟，但是这个是我们给客户的价钱嘛，对吗？对，这个呢是我们给客户的一个原价，这是原价。对，到时呃，候呃不是，那个价钱，那个你们要问回我，或者问回吉隆坡，就问回 Eric 那边，这个价嗯，钱哦只是那边中国的那边零售价，只是一个大对对，概的价钱而已，所以是的，都不能看的。哦，OK OK，另外算法我们是有的。嗯。明白明白，可以。是的，是的，反正呢就告诉大家报价我们是这样报的哈，具体的价格的话呢，可能就要跟当地跟他们或者跟奥斯汀啊跟 Eric 那边沟通好就可以了。明白，所以到时候那个价钱也是会在那个嗯，系统上面也是它的一键报。系统是会这个价钱，它可以 run 出来变成一个 Excel file，然后我们嗯，会给一个 formula 大概怎样抠变成来哦，讲明白明白。所以到时候嗯，我们还要手动 key in 那个价钱进去的啦。嗯，它价钱也是会出来的嘛，你只是放在 formula 直接存到完了自动跑出来了嘛，哦，明白明啊，白，变成 Excel 嘛。嗯，了哦，解了解。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报价的方式，跟我们出些地图的一个方式。好的，然后再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好，大家还有其他疑问吗？或者有其他想问我们这边的吗？有吗？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是Harry，你能就该在可能演示多一，就是那个渲染图啊，哪一个设定是你平时都在用，就是比有的。较高，又在比较美的。我这里会有的，会发给你们的。啊，好，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呢，那我直接先讲一下我们那个考核的方案，好吧？因为我在这里呢，会把我常用的一些设定全部都有调好给到大家的。哦哦，OK OK，好。好，那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讲一下我们这个厨房的一个考核的方案。好，像这个文件的话，Austin 应该也有发给了大家了，对吧？对对，大家都有了是吗？这个 kitchen design。哦，有了。好，那这个 kitchen design 的话呢，就是这样子的。那基本上的话呢，那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一个空间里面啊，那我们就要完成我们这一个空间里面的一个厨房的一个设置，然后呢，里面的要求呢啊、都有跟大家已经写好的了这些要求，然后呢，包括我们的一个，比如说我们的一个窗户的一个尺寸啊，窗户的一个我们需要重点需要注意的一些东西呢，我这边都已经给大家标好的了，比如说窗户的尺寸，包括我们的门呢，门的高度啊，门的款式啊。你看都在这里全部给大家标好的了。然后的话呢，这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出图的一个要求。你看我们出图的要求的话呢，我已经在这里已经标好了我常用的一些设置。你看光子渲染，然后呢普通光子，然后呢16:9，然后呢我们的因为我们是考核的方案嘛，我们时间可能会比较充足一点，我们这里呢就选择我们的一个超清，然后呢这里呢我们就选择一个白天通透，我们灯光的模板选择白天通透。然后的话呢，我们的一个视觉啊，我们的一个视觉的话呢，至少我们一个空间的话呢，就需要5个角度会更好一点，会让客户或者让我们去更好的看到我们这个空间的东西。好，那这里的话，接下来的话，你看我们这里呢也会已经写好，比如说我们的一个窗外面的一个设置，你看纯白色，我们太阳光的一个设置。然后呢，如果我们光子渲染的话，我们就把这个色温拉到最低，把亮度也拉到最低。对，这个呢就是我们出图的一个设置。
然后包括这里啊一个 VR 出图的一个设置，也在这里帮大家圈好了。因为呢，我们这个考核的方案呢，我们就需要第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效果图，第二个呢是我们的一个 VR 的一个效果。因为这样的话呢，就能帮助大家再复习一遍我们今天所学到的一个东西。你看这里也帮它设定好了光子级数，然后呢我们出图就是6K，然后呢这里呢还是选跟白天的氛围，然后这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VR 的一个链接来的。大家也可以看到，大家也可以看回我们刚刚生成的那个 VR，然后呢，我们点击我们右下角分享这里啊，它就会有一个弹出来一个叫做，你看扫码一个二维码，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链接的。那这个的话呢，可能我们常规来说都是用微信扫的。如果大家用 WhatsApp 比较多的话呢，就建议直接复制这个链接，然后呢发到 WhatsApp 那里，然后点击这个链接，大家就可以打开了。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VR 出图的一个设置。然后这一个的话呢，只是给大家参考的一个方案跟布局。这个呢是跟大家参考的一个方案跟布局。对，就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方案，然后呢去做，在这个空间里面呢去做一个厨房的设计，这样子。然后的话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厨房的考核方案呢，我们的厨房的考核方案，包括我们明天我们明天完成了我们的一个衣柜的一个空间的练习之后呢，我们也会有一个衣柜空间，就是卧室空间的一个考核的方案。然后呢，这两个方案的话呢，就给大家的时间稍微充足一点。然后，因为我们周二就完成我们衣柜那个培训嘛，然后我们大概下周一左右，我们就把我们的一个橱柜方案跟衣柜方案完成，然后下周一回传到我们这边，可以吗？这个时间？可以吗？大家，还是你们还要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啊！你看多好，Austin 他都不忍心，因为 Austin 啊上次来我们这边广州这边培训的时候啊，我们培训到晚上的11点多。我说今晚要不要加班？他说哦不好不好，第一次培训就让他们加班，怕大家太辛苦了。可能就设定星期一吧。对啊，星期好好，一，你好吧。交2份吧。行，好，那我们没什么问题的话，那我们就星期一，我们呢就把我们的这一个橱柜的方案跟我们那个卧室的方案，我们就一起加过来，然后呢，我们这边呢会去做一个点评这样子，然后呢再发回给大家，或者我们到时候再开一个会去讨论一下也可以，都没问题。是是，通常画这样一个空间需要多久呢？你觉得？你说我还是说大家？你呢？你的标准呢？嗯。快的话，哎，正常来说的话呢，我们单空间啊，在大家初期去做的时候呢，一天内怎么着，我们也得把这个空间给它完成了。单空嗯间的话，那到后期慢慢来说的话呢，按我们现在的一个正常速度的话，我们比如说就我们单画一个厨房的话呢，大概也只是2个小时左右而已。，OK OK，行，对，我们慢慢到后面可能就因为我们这边出一套全屋的一个方案的话，我们这边的要求呢，也只是一个24小时，我们要出一个全屋的一个方案嘛，这样子。所以呢，到后期大家熟了之后的话呢，我们做一个单空间，可能就是2个小时到3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时间，这样子。OK，好，那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有吗？ OK，还有问题吗？Harry 那边你也是交代完了吗？还是嗯。对，我这边把我们这个作业布置完之后呢，就基本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了，因为橱柜我们要讲的要点，我们基本上也已经讲完了。那应该没什么了吧？看大家如果没什么问题，应该嗯，都可以离开了，是吧？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今天的厨房的一个培训，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好，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在你们的群上面跟我说的。OK OK，那就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啦。那我们今天的培训就先到这里。好，谢谢，拜好，没拜。事啊，大家辛苦了，对，拜拜，拜拜，辛苦了，辛苦了，拜拜。呃，诶，Jess 呢？Jess 应该都 OK 吧？啊，我在啊，哦，你是画到应该是 expert 了是吗？一天花7、8个小时这样吧，哇哇就是哇，现在已经是高手了。也没有啦，也是因为好像厨房我不懂事嘛，然后他也教了一点东西，今天我已经是画完那边方案是给顾客的，然后可能就要改一点点细节，放一下。嗯，OK OK，诶Harry 问你一下，什么时候是用侧那个风板啊？什么时候是用侧板？什么时候是用那个屏风板啊？什么时候用侧风板？啊，侧对，风侧风板的时候，那我你侧风的那啊，侧风板一你的下面，般情况下呢，就用于那种比如说见光面或者呢两边都不靠墙的，我们就要加那种叫做侧风板。其实侧风板呢，就跟见光板是一样的道理来的。嗯，那屏风板呢？刚刚我看你那个嗯橱柜下面，嗯，你是不用屏风板，屏风板洗的话呢，洗手旁那边的。屏风板的话呢，一般呢是那种靠墙，就两边都靠墙，我们就要用屏风板。对，我是说刚刚你画的那个洗手盆那边呢，就如果换对对对，侧板也行，对吗？你换成侧板，那你到时候你现场不平整嗯，的话，就左右的墙不平整的话，那你只有一块侧板就没有办法去调整它的尺寸了哦。哦，OK OK，对，好，所以正常来说，我们两边都靠墙的柜体的话呢，就最好是都预留50的风板，就万一担心我们的现场因为假刚才设它有那个吊柜啊，吊柜的那也是靠嗯。墙，你是侧板哦。这一个的话呢，我只是因为呢，我这个是演示的方案，只是跟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风板的类型。它有侧风板，也会有我们的这种平风板。嗯，OK 对，但 OK，是但是我们常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吊柜的靠墙啊，我们嗯还是应该要做那种平风板嗯会更好。OK OK，对的，我们可以。吊柜也有一个用平吊柜的平板就风板的嘛，比较多空间去那个吧。对，去调整。OK，是的，那明白，是的。那应是的，该没因为培训的话，还是跟大家说，就各种类型的柜体啊或者风板啊，我们都接触一下会好一点。OK OK，那应厨该房的没什么。厨房的嗯吊柜哦，没有用到厨房，嗯，用到外面去用不了。你在是在问东西吗？听不到。对，他很小声，他可能离得很远，等一下，听得到吗？听得到。你说啊，OK，好像如果是厨房的吊柜的话啦，没有用到厨房系列的，但是用到其他的吊柜，可以的吗？什么意思？就是吊柜也有很多选择嘛，它可以是等一下，就是你在厨房，定制，你厨房就用厨房的吊柜啊，你就你，对啊，你厨房就用厨房的吊柜，
如果你厨房，你比如说打个比方哈，比如说我这里的厨房我吊柜对吧？我不在厨房这个空间里面选，我直接在二三柜这里选吊柜，你对对对，问我行不行是吧？啊，诶，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下单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厨房订单，因为呢，我们厨房订单针对的是我们的一哦，个厨房系列的一个柜体嘛，对吧？那你下单的时候呢，它厨房的你比如说，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下单就变成我们底下这个柜全部都是橱柜，然后上面这个柜是衣柜，是衣柜的订单。哦，就是嗯它放在一起的那个嗯系列就不一样啊，了。是哦的。哦哦，OK 是的，OK，最好还是做一样的，因为呢，橱柜，因为橱柜，比如说你现在看到我的屏幕啊，橱柜柜嗯身这里啊，它正常我们嗯所有橱柜都是用这种叫做防潮板的，嗯嗯嗯，这是橱柜默认的一个系列的板材来的。当然，我们橱柜这里呢，也可以选择实木颗粒板，但是不多，就可以选择的不多，实木嗯，可以选刻地板是110是吧？这个 SKL。嗯，对，选择的不多，所以呢，我们正常刚刚现在防潮板为什么上面有 SKL 呢？不是全部防潮板都是 WKL 吗？是 WK 啊上面两个是 SKL，啊也是不防潮板。不是，WKL 才是防潮板，我们以这个字母为准就行了，SKL 它就是 SKL 的，可是它出现在这里啊，你点的防嗯，潮板。我知道它这里有嘛，对不对？它这里有嘛，对在这里有嘛，但是呢，我们还是以这个字母为标准好了，因为呢，，OK。它现在二三柜它这个呢也是属于过渡当中，所以呢肯定也会有很多小东西还没有完善的。我们这边 OK。做设计也是这样子的，也要慢慢来，因为呢，我们可能后期到7、8月之后，可能我们慢慢的那个原来的那批08柜嘛，它要取消了嘛，对不对？我们以后就剩下二三柜，所以二三柜的话呢，它就会慢慢逐步的在完善的。OK。哦，对对对，因为我看二三嗯，柜的选择有时候还是蛮限制的，对，有可它没有很能就要回多，去回去零嗯，八柜那里选。对，所以呢，他们现在呢，研发部门那边也是一批一批的把我们08柜的这个柜体往二三柜那里去搬，所以可能我们有些柜体找不到的话，就是它还没有搬到。嗯，OK。是的，所以你看我们刚刚做那个厨房的那个冰箱柜也是一样嘛，我们也哦，去了对，这个二三，冰箱柜我就是想要问，是一嗯定要做那个嗯。那个框的吗？你不做框，你怎么固定它？就 OK，如果因为这个框还有一定的厚度嘛，那我留那个空位中间那一栋的空位的时候，我就要预算好了，就要扣完它的这些旁边的板，对吗？是的，你要预它的内空。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的内空啊，它只剩一个664了，对吧？嗯，所以你买冰箱就不能超过这个尺寸了。通常我想问你们那里的话呢，你们是会做到刚刚好，还是会有留空左右？留啊，我们正常左右都要留一个50的。因为我看你们的设，就是嗯，不是你们的设计的，就中国那里的很多，他们都是喜欢做的刚刚好，漂漂亮亮的，没有吧？你看哪里的？我们左右有吗？都是有留的，不留的话，你的冰箱你推进去以后你都推不出来，是不是？哦，OK，没关系，我看到照片我发给你看。啊、但然如果是后，你说。如果呢，就是因为有时候地方有限嘛，我不要嗯用到太多的板，因为现在左手边的话，我还有一片侧板到底的，嗯。那一片我可以不要吗？就是我可能只是上面有，下面没有，这个，那你就不左好边的。看了，那你就不好看了，是不是？那你不是很不好看吗？你一边有，这边没有。嗯，好吧，好吧，OK。对啊，他就，当然你说可不可以，肯定是可以的，只是没有那么好嗯哼，看而已。嗯哼，因为我只是奇怪，我们没有做一个类似这样子的框的。哦，对，你们就不会套一个框在里面是吧？
对，所以你们好像例如嗯你的左边它已经有砖墙了的话，那就可以直接看得到，不需要再盖板，这样子它就嗯，省下两一块板片板的的钱。厚度。嗯，对哦，我懂你意思，你们是直接把这2块板都不要的。对，嗯，这两块就直板都不要。接看得到墙壁。对嗯，就这2块板都不要，就这2块板都不要。可能我们的一个柜体呢，就是那当然这个吊柜呢，直接就是吊墙就可以了，对吧？然后呢，对，只留这一块板，嗯，只留这一块板，然后冰箱就嵌在这里。对，嗯，可以，肯定是可以的，这个也没有问题。它不会当然你，掉下来是吗？呃，它也不会掉啊，因为到时候这个吊柜呢，它的深度呢你是直接我们是要备注我们直接到墙了嘛，对不对？嗯嗯嗯备注到墙，它就能跟墙固定的。 ，OK，也是可嗯以的啦，如果不需要做那个框架嗯，OK，嗯，明白。是的。OK，可以，这个懂了。哦，Harry 刚刚有发2张照片去你的微信，是那时啊最近Elvin 有说有这2个新的功能，他有发在群，嗯是这个顶峰版的功能他刚刚发给你的是跟你教我们的一样吗？就是上面呃，是独立的顶峰版。对对对，我明天给大家培训的那一个空间的话呢，就全部都会用回独立的地脚，然后呢，独立的一个顶峰板，嗯就方便你们去变动的。因为像原来那种它自带的那种，它就不能变，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对吧？嗯，你这次教我们用的这个顶峰版跟上次教的应该都一样，一样的，不是吗？是一样的，一样啊，对，对对。所以是一样的，2、3柜的也是这种加法对吧？顶峰版。对的，对的，对的。哦，OK OK。对的，对的，只不过2、3柜那里呢，它要多一个步骤，它要取消那个柜子，它要多一个步骤。你看，我们看这个顶峰版哈，我们来调出一个柜体。嗯正常来说，2、3柜它常规来说，它的2、3柜是自带它的这一个顶峰板的嘛，对吧？所以呢，在2、3柜里面，我们想要做回原来的那一种顶峰板的话呢，我们首先要去到这里，顶峰板高这里呢，它会有个修边条，我们要把这个修边条嗯取消它。你看，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我们上次培训那个柜体一样，我们再额外的添加就可以了。啊。对，它只是多了这一步而已，其他都是一样的。然后你嗯刚刚发给我那些截图，那些里面的一些功能啊，在我们明天衣柜培训那里都会讲到的。嗯，OK OK。好嗯，好，那可以了。嗯，好的，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问题？今天课程的没有问题，可是呃，平时嗯，建模的有问题平时建模，没事，啊。到时对候有问题你就问嘛。啊，我因为培我我我训可能，再发给你吧，我再因为发给你。培训可能跟着一步一步来，可能很多东西就清晰一点，到自己调的时候可能就不知道点了哪一步，可能就会有一些误差，得要慢慢来这样子。嗯好，反正你有问题，你到时，OK，候就随时问我就好了，没关系的。好的好的，好，那没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好，谢谢，OK 你，OK。好，没事，嗯，好，谢谢，辛苦了。谢谢，拜拜，OK，拜拜没事，拜拜。辛苦了，辛苦了，明好天见，好拜拜。好，拜拜拜。拜。我被过来了，走。